大家 Hello，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我是大碗。欢迎大家来到大碗的频道。Hello，欢迎大家来到我和我的水龙头的频道。大家可以猜猜我后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叮，水龙头。今天我和大碗我们来一个音乐节，对，这个音乐节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公园里。然后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其实我觉得离我们家还好，但是真的很远。对于就是如果是住在东边，或者是住在绝大多数住在北京的人，我觉得都会觉得这个地方蛮远的。对，这个地方在北京的西边，然后离北京的市中心很远。然后现在中午嘛，然后就还蛮热的，最近北京变热了。对，现在是5·1劳动节的假期，今天是5月5号。然后呢，今年的5·1劳动节大家会放5天假，所以公园里有很多人。然后是最后一天。对，其实我们刚开始没有打算来这个音乐节，但是昨天在网上看到离我们家还挺近的，感觉还不错，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对，然后现在进来感觉还蛮好的。对，比别的音乐节的门票要便宜得多。一般的音乐节好像是不是都是要几百块？但是它这个规模还挺小的。这个是一个人是39.9块，两个人是69.9块。对，然后可以买2个人的票，双人票。对，单人票是39.9块，双人票是69.9块。然后它中间会有一些就是表演爵士乐的一些节目呀这些。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小的摊位，有卖一些小零食，然后有冰淇淋，然后有一些小饰品啊什么的，我们刚刚去逛了一下，然后还有羊肉串呀什么的，就是还蛮丰富的，就是有点小，整体来说还蛮好的，然后人也不算很多，我觉得也是因为太远了，所以其实不会人很多。我们住在北京的西边，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北京的西边了，因为现在北京的西边有越来越多的活动。等一下，我觉得有一点黑，我想脱我的眼镜。我想摘我的眼镜。对，哒哒，然后我还有一副眼镜。对，大碗是近视眼。对，所以我要戴眼镜。然后，其实我觉得最近我的眼睛有一点不舒服。是因为常常做视频吗？有可能，就是它会让人觉得干。哦，那是北京的天气吧？有可能。然后对，然后春天了，就是我觉得北京还有一个蛮有特点的，就是它会有絮絮。对，就是有很多我们说毛毛，然后这个是从树上来的，我们叫杨絮或者是柳絮。对，然后这个东西我不是很适应，我没有在别的地方见过这个东西，其实。对，然后我记得你刚看到的时候还挺兴奋的，拍了很多视频。对，就跟下雪一样，有些地方就还蛮，但是有时候也蛮讨厌的。对，因为它会就是飞进眼睛，然后飞进鼻子，然后有时候飞进嘴巴，就是很难受。对，所以出来要戴眼镜，然后呢要戴口罩。对对对，然后 OK，然后今天就出来放松一下，还蛮喜欢这里的。对，我也很喜欢这里，非常好。对，然后也是很现代，但是呢，东西都很不俗气。我们说，对，然后可以接近就是户外嘛，它还是就这几年其实大家蛮喜欢户外的，不是很喜欢在完全室内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回来以后我发现北京的西边其实变化挺大的。为什么？我脸好大呀！不大呀，放远一点。我觉得北京的西边越来越好了。对，我也觉得蛮好的。昨天和前天我们都去爬山了，对不对？对。然后山也离我们很近。以前会觉得在北京如果要接近大自然的话，要花很多时间，要去很远的地方。谢谢。但是现在我觉得在西边也可以很容易的就接近大自然。对，我觉得这一点蛮难得的，就是其实我来北京可能有快半年了。我觉得北京它的室内其实真的就是
没有山，然后也没有太多的树，有一些公园，但是公园当然里面也有很多树，有很多花草呀，但是没有那种很亲近，就是大的自然的感觉。对，然后但是很惊喜的就是北京的西边这种地方好像越来越多，然后其实这几年我发现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往北京郊外的地方去，因为第一个是有很多的山，然后可以爬山，然后它是成片的树林，这一点也蛮让人觉得惊喜的。对，而且大家现在喜欢这种半户外的感觉，不是纯室内，但又不是完全的户外，它还是可以吃一些好吃的，然后有一些户外的体验，但同时又不就是失去那种城市的生活。是的，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春天以后我们越来越喜欢北京了。对，然后就先这样吧，然后我们现在要先吃饭，然后对，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吃什么东西。其实有的东西已经吃了一半了，我们点了薯条，这个是芝士黑松露的薯条，然后有3个芝士牛肉汉堡，小的，就是很迷你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吃了还剩半块的提拉米苏，提拉米苏的汉语就是很像英语的发音。我觉得你们应该猜得到。今天我们没有点披萨，他们这里是用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窑烤披萨。对，他们有窑烤披萨，这个地方还挺好玩的。我觉得下次我想带老狼一起来。可以。然后其实我觉得离他可能也不太远。我觉得老狼开车也很方便。老狼就是丽蓉。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对，我们刚才已经吃完我们点的东西了。你为什么躲在我后面？对，因为躲在后面脸就会变小。哦，可是我觉得你的脸不大呀。真的假的？真的，我觉得方脸。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认为的缺点，然后不想被别人看到的地方。对，比如说就是我就不喜欢亮出我的手，因为我的手很小，然后又很短。对，你总是觉得你的手会有点胖胖的，是不是？对，就很胖，我就不是很喜欢，因为就特别像小孩的手。那你我们来说一下刚才吃的东西的味道吧，你觉得好吃吗？我觉得挺好吃的，它有那个小的汉堡，对，我们教的时候会说汉堡，但是可能有的中国人会说汉堡包，其实2个都是对的。我觉得汉堡包也很常用啊。就是其实2个都是对的。对啊。所以如果你在外面听到汉堡或者是汉堡包，它都是一个东西。你要说出那个故事吗？什么故事？之前我跟一个外国人聊天，然后呢？然后我们很久以前我跟文讨论过一个问题，我说是汉堡包，他说不会有外国人会说汉堡包这3个字。然后我跟一个外国人聊天，那个外国人就跟我说了汉堡包3个字。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吧，有点丢脸。尴尬是不是？对，是我们现在吃饭的这个餐厅，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比较不能说高档吧，但是至少是中高档的餐厅，就是还不错的那种。对，然后他们给我们上菜的时候，给我们也拿了一些一次性的塑料的餐具，我觉得很惊讶。我们先说一下一次性是什么意思，就是只能用一次，用完一次以后就扔了的这样的东西，我们说一次性的。比如说这个是一次性的勺子、叉子。对，这个是一次性的叉子，差很远呢。然后呢，这个是一次性的手套。当然这个吸管是一次性的，这个是吸管。我会很惊讶他们给我们上一次性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会很不环保。你觉得呢？我不惊讶呀，因为我觉得现在有蛮多餐厅用一次性的餐具的，因为有一些人喜欢用一次性的餐具，他们会觉得更干净。就是蛮多人不是很相信餐厅提供的餐具很干净，然后怕它消毒消的不是很干净，所以就甚至会有人主动要问说你们家有没有一次性的，比如说筷子。
对哦，那你这样一说就说得通了，因为刚开始我以为是他们懒得洗餐具，所以他们提供这种一次性的叉子呀，然后勺子呀什么的。但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因为就是洗餐具还蛮，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会很麻烦，因为毕竟一共就这么多餐具，然后如果你要一下子都洗出来，还要消毒，挺麻烦的。所以会有一些餐厅会用一次性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一些人他觉得一次性更干净。就是我有时候在一些餐厅，我有见过，就是一些酒店，就是他提供的不是一次性的筷子。会有人问说你们家有没有一次性的筷子？他不是很想用，就是重复的这种。哦，他不想用别人用过的。对对对，会担心说，万一你消毒不到位，会不会不好？哦，那这样的话就说得通了。对，就是这是有好有坏啦。就的确不好的就是会觉得有一点点体验不是很好，而且每一次拆这些餐具的包装，我都觉得非常的不好。你看，就现在就到处飞来飞去的，就是包装挺多，就很多很多包装都是塑料袋的，然后会很麻烦。对，因为我们现在是坐在一个室外，帮我拿一下我的麦。对，然后就会有风一来，然后就会把这些东西吹的到处都是，然后就不是很干净。对，然后现在北京的天气很舒服，特别是最近，我觉得坐在室外也很舒服。我很喜欢坐在室外用餐，就是坐在室外吃东西啊，然后喝咖啡啊什么的。对，然后就还蛮舒服的。但是坐在室外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会在室外抽烟。所以就是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经常会有那个烟味飘过来。对，抽烟这个问题我发现最近就是中国的社交媒体讨论的还蛮普遍的，就越来越多人讨论这个问题了。不知道为什么，就这2个月吧，现在有一些省份，好像听说四川出了一个最新的规定，关于抽烟这个问题。我会比较介意有烟味，因为我对烟味很敏感。然后有鼻炎，就会非常的不喜欢这个味道。对，然后就会很容易开始打喷嚏呀，然后流鼻涕呀什么的。对，我那天在网上看说高铁的那个站台已经开始禁烟了，就是对，好像有一些地方开始。对，所以因为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抽烟，而是说三手烟是个很大的问题。不仅是二手烟，还有三手烟。三手烟就是抽完烟之后，它会附着在家具啊、空间的表面的烟，就叫三手烟。这个东西是非常对身体非常非常不好的。如果大家到处都抽烟，也许他抽完了，但是他的烟留在这儿。就对所有经过的人，在这个地方空间生活的人都不好。是。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也意识到了。对，希望有个好的发展方向吧。对，是。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然后准备再去转一转、溜达溜达，然后等下一场的音乐会。大碗，你觉得今天的这个音乐节怎么样？我觉得今天这个音乐节是超过了预期的好。其实我来之前对它没有什么期待。对，我也是。但是我们在这待了，我们差不多中午12点半1点到的，然后现在是差不多下午6点，待了5个小时，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对，我也觉得，因为其实我们来之前有在网上，就是其实习惯性的就是去一个活动之前，都会在小红书呀，或者什么 APP 上面刷一下大家对这个活动的评论，然后呢，也有一些人在网上面说，觉得他们家活动就规模很小嘛，然后没什么好逛的之类的。但是其实今天整场体验下来，我觉得可能是我最近好几个月在北京体验最好的活动的感觉之一了。对，我也觉得是我这次回来。不能说这次回来吧，就是有史以来我在北京体验的最好的活动。有史以来最好的吗？对，你在北京很多年呢。是啊。对，就是的确，就是我来这一次，我会觉得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不错，真的很好。它让我觉得就是
北京好像不像是一个什么东西都很快的一个城市了。其实你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因为北京是首都，所以你会觉得北京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对，但是现在我们也发现，就是北京也有很舒服，然后可以生活的地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感觉，甚至是从一出门开始，我发现就有这个情况。今天我们是坐那个，这个叫什么轻轨吗？还是轨道？还是地铁？对，就是差不多那种东西。对，地铁的一种吧，过来。然后其实一路上面人也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我们都有位置坐。然后到了这边之后，所有的体验我觉得都是刚刚好的那种，就是人不是很多，但也不是很少。对，然后虽然它的整个面积有点小，但是它还是很丰富的。有那个音乐节，就是有人在表演，同时它的这些小的摊位，有人是卖好吃的，然后也有卖好喝的，然后也有卖好看的，对不对？然后你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啤酒。对，我买了一个啤酒，这个啤酒是闻说是在北京还蛮有名的一个酒馆的来摆的摊。对，在北京生活过的应该多少都听过这个牌子，叫大悦。对，然后他们有试喝，然后我也是试喝了2-3种啤酒，好像是一个是经典的，然后还有2个是带水果的。这个水果味的有草莓味的，还有柚子味的，我觉得大家都挺友好的。最后我就选了一个柚子味的啤酒，我觉得这个啤酒也很不错，口感很好。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中国人对一个东西的评价很好的时候，我们也是说不错。是吗？我喜欢说不错，我非常喜欢说不错。对，中国人都很喜欢说不错，就是我喜欢说不错，或者我喜欢说非常非常不错，就是很好了，就非常好了。但是一般我不太喜欢说就是超好啊什么的。对对对，喜欢说不错，然后在不错前面加一个什么东西。很不错呀，非常不错呀，然后非常非常不错。我有没有给你讲过一个就是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以前我有一个日本学生，然后他的儿子找了一个中国女朋友，然后他的儿子去中国女朋友家的时候，中国女朋友说：“哦，你男朋友不错呀。”然后因为很多人觉得不错就是还行 ，not bad 的意思，但是其实我说然后他可能会有一点失望，觉得他只是 not bad 不是很好，只是不错不是很好。然后我跟他说，其实有的时候中国人说的不错就是很好的意思。真的，我是习惯性的说不错，如果我说不错，我觉得就已经是好了。然后可能有时候如果我想表达还差一点点的话，我可能会说还好。对，还行，对，还行，就是还行啦，还好啦。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点点一般般的感觉。是。但是如果我说不错的话，往往我会觉得是好。对。所以大家以后如果听到有人对你的评价是不错的话，也不要失望，其实他的意思可能是很好。对，就是因为可能我是一个表达没有那么就是喜欢比较极致的人，反正就是如果我说不错的话，我其实心里面是觉得还蛮好的。对，或者我会说蛮好。对，你好像跟我讲说北方人不怎么说蛮好或者蛮不错。对，然后我们的教材里面也没有蛮好的这个表达，一般我们会说挺好的。对，我有发现你们的 HSK 的教材其实对南方人来说有一点点陌生。对，你有告诉我，就是有很多词可能用词习惯和南方人的用词习惯是不一样的，很不一样。我觉得有什么就是当然那个儿化音就不说了，儿化音是南方肯定不会那个的。有蛮多我觉得还是会南方可能会少用一些了。所以我就很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拍视频啊，除了汉语老师的汉语以外，大家也要听得懂别的中国人的汉语吧，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目的。我觉得挺好的，我还挺乐意的。是也挺开心的啦。就是可以偶尔就是聊聊天嘛，这种感觉。对啊，然后我们的评论下面也有人说呀，说哇很开心大晚可以一起来录这个视频，拍这个视频，他们希望你可以多跟我一起拍视频，我也答应他们，我会努力的说服你。对，但是因为我是一个还蛮害羞的人。对，是。下午刚才我们去拍照了。对对对，拍照这个哇太好了。它这个拍照是非常专业的，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有一个小的摊位，然后呢，它是免费帮我们拍。那拍完以后呢，可能大概每个人会拍到差不多50张照片这样。
50张左右，对不对？是。然后我拍了，然后大碗也拍了，然后我们也一起拍了。拍完以后呢，他会让我们自己选，如果有满意的，然后就可以每一张花50块钱买下来。对，很好，而且它的理念，它的一个主打的一个是说是情绪素颜摄影，摄影就是拍照，对，情绪就是喜怒哀乐，开心，不开心，生气，愤怒，对，这就是情绪。然后主要是我们脸上的表情，对，表情，然后素颜就是不化妆的，对，尽量淡妆的，然后不是化很浓的妆的。然后这个工作室好像还蛮有名的，他给很多名人拍照。哦，对，是。然后我觉得摄影师也很专业，因为其实我拍照，大家包括看我拍视频呀什么的，我不经常笑。其实我在生活中是一个挺喜欢笑的人，但是我也是面对镜头的时候，我会很没有表情，对，没有表情，然后会害羞或者是有点害怕。我也是，是吧？对。刚才的那个摄影师给我们拍出来的照片，我们都挺满意的。然后我们2个人一共选了30张照片。对，我觉得拍的真的很好，可能是我有史以来拍的很好的照片之一了，最好的两个之一吧，我觉得。对，我也是，就是而且他非常的耐心，然后引导我们怎么去做动作呀，然后而且他们的理念我觉得真的好，就他认为就是人是最自然的状态下面去记录下这一刻，拍下来。这是一个很多年以后回来再看会非常觉得感慨的东西，我觉得他的这个理念真的很不错。对，然后呢，拍完照片以后呢，他也不会帮我们修图，然后呢，也没有用滤镜什么的，就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我们。对，我们喜欢说就叫直出。直出就是没有滤镜，不在那个修图软件上面那个改来改去加滤镜什么的，就直出，生图直出。对，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面经常看到有人打这个话题 tag， 很多人会说啊，生图直出，就是没有修过的，拍出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有点累，你帮我拿一下。对，就这个还挺重的，我们带的是一个 action。对，我们用的是大疆拍的。对，然后就是拍这个照，我觉得是今天一个最大的收获。对，我也是，而且整个人不多，就整个今天整体体验非常的舒服。另外的话就是刚刚我们吃了羊肉串，大碗很喜欢吃羊肉串也很不错，它是牛街过来的。牛街就是我们上次吃那个老北京涮锅的那个牛街，对不对？对，他们有很新鲜的牛羊肉。对，然后这个老板他是那边的过来的，应该是。对，我觉得他的羊肉串也非常的好，挺新鲜的，然后就是它的味道也很好吃。对，但是电烤炉，但是 anyway 就是非常好吃，我觉得。然后就搭配啤酒，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非常的配了。是，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吃了很多很多东西。对，所以整体体验下来，然后今天表演也很好。对，对，有一些表演者是外国人。对，他们都虽然我看不懂音乐，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都很厉害。听不懂音乐是吗？对，是。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集市还有个好，就是他们宠物友好。对，宠物友好，然后小孩也很友好。对，宠物友好，有蛮多人带自己的狗狗过来的。对，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坐在草地上。对，草地。大家可以看，对，就是这里其实是一个公园，然后呢，他们办了一个音乐节，爵士音乐节，然后呢，也有一些摊位卖东西，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集市。对，非常好，我觉得今天的体验，哎呀，甚至让我觉得回到了麦村。回到了清迈是吧？对，我们喜欢叫麦村。对。是个非常好的称呼，就很自然，对，非常好，所以以后我们还会在网上多找一些就是这种活动，然后我们多去参加，然后带大家看一看。对，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现在的北京吧。对，然后我觉得我又慢慢的爱上了北京。太好了，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就是在这个都是绿绿的山的包围下面。
真的很好。是，然后现在其实以前在北京的郊区没有太多活动，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活动，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活动都挤在市中心。然后我想问的是，这个地方是非常郊区，对吗？非常的郊区。对，因为我看地图，感觉已经是到了北京的最边缘，就是已经到它的山脚下的那种。因为北京我感觉是一个被山环绕的城市。对，如果北京你北京好像是三面都是山，所以呢，它有的时候有一些污染，就是那个空气不好的空气就出不去。就是它肉眼可见的就感觉已经到山脚下了。而且是今天我们后来下了地铁，打车过来的时候，那个车一路我感觉是整条路没有车，基本上对，感觉是在山的中间走，已对经是非常像在走那种盘山的公路的感觉了。是，这个是我之前在北京完全没有体会到的。对。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可能都可以说是已经出了北京了，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共享单车。对，几乎好像没看，但我看有人骑。我看见了有人骑。哦，那可能还是有的。对，但是就是这个地方，我敢说肯定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地图里面，如果你只要拿一个地图一看，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非常的远。甚至我觉得有点不像在北京。如果从市中心开车过来的话，可能要2个小时，不堵车，对不对？对。但是这里真的很好。是，这里我觉得如果北京多一些这样的活动，大家会很喜欢北京。对。然后刚才我们还去滑滑梯了啊。对，滑滑梯，滑滑梯也很好玩。对，我们可以放这个视频，就是我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可以放这个视频。对，我知道，我会切 B 肉。对，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还挺特别的，就是我们其实做 YouTube 也做2年多了，我们第一次就是今年开始正儿八经的录一些 A 肉。对，就是开始认真的录一些有我的脸的视频。之前也很认真。之前那个太认真了，也很认真，对，那个太认真了。对，但是 anyway 就是这是我们就是可能到现在就是突然发现我们还蛮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对着镜头说话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对。你会怕面对镜头吗？我会，我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刚才有一个毛毛飞到我的嗓子里了，然后我开始咳嗽，这个也是我们在户外拍视频会遇到的一些挑战。对，就是这个絮真的是到处都是。对，刚才我们说，就是其实我也挺害怕对着镜头说话的，就是也是会紧张，然后每次拍也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对，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做的很棒。谢谢。就是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其实我们2个人其实都挺怕面对镜头的。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原本喜欢做的事情，可能是我们原来的熟悉做的事情也不是面对镜头说话。对。但是其实从做这个 YouTube 开始的那一天，包括我们之前哪怕拍了就是非常可能现在看过来觉得非常的粗糙的那个 HSK 的那个课，但是必须得说当时我们都已经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对。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2个其实从一刚开始想做这个频道，其实的确有很大一部分的真心也是想让大家看到就是我们想传递的东西吧。就是虽然学外语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挺难的，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泰国学泰语都挺难的，但是其实这其实我觉得还得不得不说，就是你的 logo 的那个背后的故事。你的文字，当时我们做的那个 logo 的海报，有点像海报吧。它的背景是在北京的水长城，你记得吗？是。这个水长城我们也做过 vlog。对。当时这个文字我是放在了那个水长城的水的有一个桥的上面。其实它的意义就是为了就是连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做这个频道的初衷。就是我们想通过做一个这样的事情去连接更多的人。对，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初衷，一个目标，对吧？是。所以我觉得每一步走过来，其实
对我们来其实有很难的地方，有我们的恐惧，有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很忙，真的不想拍东西，也不想去做剪辑啊什么的。但是其实越到后面就认识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有越来越多人给我们留言，然后看到大家的评论，有人学到了东西，有人觉得这是一种陪伴，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不只是我们，我相信别的拍视频的博主也是一样的，就是在拍视频的这些年，一定也都有过很多次想放弃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有，对，说实话我们也有，诚实的说，有蛮多次，对，有很多次，但是每次就是我们在想，哎呀，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要放弃的时候，就会有人留言，对，然后就会有很多人来留言说，感谢我们，然后我们的视频对他很有帮助。但是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说来话长，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然后单独拍一期关于我们的幕后的故事的这个视频，对，然后跟大家分享。是，但是反正 anyway 就是。我还是很开心的，包括就是你一直坚持了很久，去努力的去拍一些东西，然后去做很多的听力练习啊什么的。有时候其实你们看到的可能就是一遍过的东西，但其实可能文他录了很多遍。是，对。然后有时候生病了呀，或者是不舒服呀，或很累的时候，他还是在坚持。包括后来跟丽蓉一起做那个播客的时候，其实也都是背后很多琐事，但是你们都一直做得很好。有时候光不好，然后有时候又要换衣服啊什么的。对，然后头发又不是很整齐啊什么的。对。然后我记得刚开始就是我记得后来就是。也不是，前段时间丽蓉刚从埃及回来的时候，那一次她因为一边倒时差，她鼻子也不舒服，就是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出来，就是她鼻音很重，对，但是就都，她也很开心在做这个事情，是，她也觉得啊，跟文就是好朋友们一起聊聊天，也觉得很值得，然后对，我就觉得其实大家做这件事情都非常的友善，我会觉得对，然后大家的评论也很友好，对，是。这一点我也是很开心，因为其实可能在中国我们就是东八区，对不对？但是有时候经常是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见评论刷的，有的人可能是在欧洲，但是有的人可能甚至是在非洲，还有美国的，就是觉得可以连接到更多的人，是一件真的很开心的事情。对，是。所以 anyway 就是我好喜欢说 anyway， 对，所以你很喜欢说英语。可是我就是我嘛，就是对，就是你就做你自己就好，因为其实让你加入我们的视频也是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真的中国人是怎么说话的。对，就反正就很开心了。对。哦，好痒啊！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吧，因为有很多毛毛进我的眼睛，然后进我的鼻子。行吧，那大碗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觉得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很多想说的，就其实我私底下也是一个话痨，如果一旦熟起来了，我就会滔滔不绝，比文和丽蓉两个人说的还要多3倍可能。所以就是那以后我们拍视频的时候，我就让你多说。行吧，但是你可能得要引导，就是得教大家。有时候可能，如果我的南方口音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刷倒一片人。你真的没有很重的南方口音？有啦，对，这个改天吧，改天跟大家聊聊，就是我喜欢看的视频，中国的博主什么之类的。然后，对我还有一个蛮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的，因为其实虽然中文是我的母语，但是我其实通过你们的世界，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了我说的语言。对，所以就这样吧，就好的。然后谢谢大家看到视频的最后。我们下期视频见吧。然后如果大家点赞多，我就放几张文的肖像照出来。为什么放我的？为什么不放你的？你也拍了。好了，就请大家点赞、评论、关注好吗？谢谢，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见。牛街的羊肉啊，牛街的呀？牛街的，对。来几桌吧。吃完就先吃饭，我们。等会儿中午回来饱了，要一会儿没吃饱再过来，谢谢。啥时候开始烤呀？啊？啥时候开始烤呀？现在烤，太好了。
我们那也是。啊，可以卖，您尝好了再选那可以刷卡啊。会员卡可以，大理办过会员的都可以用香草的吗？啊。这是牧场牛乳那我一会儿来吃一个巧克力的吧，我先吃饭。啊，巧克力你尝尝。你吃巧克力。我吃了一个巧克力。这是巧克力那个中间那个是什么？啊，牧场牛乳就是最原始的。好的，我好像没有尝过牧场的牛乳的那个。牛乳的也蛮香的。对，好吃。我们家的都是当天现做。给我来点个巧克力。啊，3份啊。我吃。2个巧克力，然后1个牛乳。对，这边呢是开心果，一共84元。一会儿回来。扫您的付款码。谢谢。不客气。一会儿再来啊。